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西北岁月39集大结局，震撼至极，年度最佳。我非常好奇，在那个时期，共产党正处于最艰难的境地，四处都是动荡不安。你作为一个10几岁的少年，为何会选择跟随他们？你究竟经历了什么？魏海陷入了深深的困惑，他急切地想要揭开习仲勋背后的动力之谜。这种好奇心也反映了观众们内心深处的疑问。我选择追随共产党，是因为在党的行动中，我感受到了真理的指引和榜样的激励。因此，无论前路多么艰险，我们都要挺身而出，为中国的未来，为人民的福祉贡献自己的力量。在这段戏中，靳东的眼神透露出一种生机勃勃、充满希望的心理状态，那种光芒四射的目光既真实又令人震撼。在西北岁月的篇章中，习仲勋与身处囹圄的魏海进行了一次深入心灵的对话，这一幕成为了文章的开篇。这些文字对我们而言，或许只是简短的几十个字，然而对于习仲勋而言，他们却承载着他毕生奋斗与追求的宏伟蓝图。时光悄然流逝，这部剧不知不觉间已迎来了尾声，心中不禁涌起一丝依依不舍之情。在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时刻，习仲勋同志在台上传达毛主席的伟大思想，而此时，心中充满愤怒与不甘的魏海，正潜伏在2楼，意图对习仲勋同志进行极端的暴力行为。这一幕无疑是极其惊险和令人心悸的。魏海那锐利如鹰的目光，以及掌控全局的从容姿态，让观众们不禁心生一丝寒意。就在魏海调整好放大镜，准备扣动扳机的那一瞬间，我们的5星红旗在他的瞄准镜中随风摇曳，不断晃动，直接让魏海的视线变得模糊不清。在这场充满巧合与重要性的场景中，小编终于深刻领悟到《战狼2》中吴京高举红旗，带领众人穿越炮火纷飞的战场，安全返回的壮举所蕴含的深远意义。只能说，那种震撼感简直让人热血沸腾，充满了无尽的激情与燃烧的力量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任何观看过这一桥段的观众都会深刻感受到，我们身处中国红的庇护之下，实在是无比幸运。习仲勋毕生致力于的事业和追求的目标，经过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分析，那位警觉的守卫从魏海手下的细微破绽中，精准地推断出了魏海的位置，并迅速采取行动，成功将其抓获。这部剧的导演在选角上确实眼光独到，即使是那些出场时间极短的演员，他们全情投入的表演也让人眼前一亮，令人难以忽视。你是否还记得，在吴磊饰演的习仲勋在台上深情悼念李大钊的场景中，魏海坚定不移地选择加入国民党的那个瞬间？在面对国家大义与个人荣华富贵的抉择时，魏海最终选择了后者，这样的选择注定了他悲惨的结局。确实，《西北岁月》这部作品中，即便是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角色，也都得到了完整而细腻的刻画。这种对细节的极致追求，在今年的影视作品中实属罕见。如同习仲勋多次邀请孙中山的门生如玉丽在陕西担任职务的情景。在大结局之际，如玉丽坦言，尽管未曾正式上任，但我已深感习仲勋等人的理念之深。若非如此，我也不会选择留下。这番话既是对自己选择的解释，也是对整个过程的圆满总结。李雪健虽在剧中戏份有限，但他凭借其深切投入的表演，赢得了观众和评论家们的一致赞誉。观众们纷纷赞叹，表演真是精彩绝伦，连嗓音都因投入而变得沙哑，情感表达极为到位，让人仿佛身临其境。尽管邀请如玉丽出山的努力未能成功，但随着新中国的诞生，西北地区的企业家们对习仲勋提出的群策群力，
勇于创新的经营理念表现出了极大的支持。在习仲勋的卓越领导下，当地收入分配和百姓安居乐业的关键议题已得到妥善解决，尘埃落定。随着西北地区经济通道的顺利贯通，毛主席特别召回时任封疆大吏的习仲勋，并直接任命他接替陆定一，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部长等重要职务。这一情况表明，习仲勋即将从西北地区调回北京，这也标志着西北岁月篇章的落幕。尽管习仲勋最初并未接受上级委任，他内心担忧此举可能对陆定一同志有所不公。然而，在毛主席坚定地表达中央对你寄予厚望，切莫辜负了中央的殷切期望之后，他随即接下了这份沉重的责任。当毛主席的话语中流露出期待、苦心的情感时，习仲勋的心中仿佛被触动了一下，随即他的态度变得异常坚定。确实，过去我一直认为靳东非常适合扮演领导类型的角色，但没想到他在西北岁月中的表现更加出色和贴近生活。观众赞誉靳东的表演极为出色，他以坚定的语气、充满正义感的姿态，展现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。观众直言不讳地赞叹道：“通过靳东的演绎，我仿佛穿越时空，再次体验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。他的表演真是气势磅礴，令人震撼。”靳东在演绎亲情浓厚的家庭场景时，那脸上岁月留下的痕迹，反而增添了一份温暖和亲近感，成为他表演中不可忽视的亮点。当习仲勋启程前往北京之际，他与干爸、干妈的告别场景中，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流露出深深的孝心，那份真挚的情感令人动容。值得一提的是，《西北岁月》这部作品汇聚了众多资深演员，他们大多拥有丰富的演艺经验，即便他们并非家喻户晓，却同样创造了令人心潮澎湃、难以忘怀的精彩瞬间，展现出了非凡的韧性与力量，实在令人赞叹不已。如同一位无名的骑手，在风雪交加的战场上，尽管身上已布满弹痕，依然能见到他坚定不移地向前冲锋的身影。整个过程让小编既感到心痛，又充满敬意。此外，程泰深在剧中虽然戏份有限，但他在习仲勋归来时所展现的哽咽与喜悦之情，却达到了情感表达的巅峰，令人难以忘怀。他的演技之精湛，用人生不留遗憾来形容都显得不够贴切。即便刘琳在整个过程中未施粉黛，戏份也并不突出，但他依然凭借出色的演技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亮点。风势强劲地掠过他的身前，然而他依旧保持着娴熟的动作，从容不迫地给驴子喂食，丝毫未受风力的影响而退缩。不难察觉，偶像包袱早已被抛至九霄云外。正如后来崭露头角的倪妮，即便在烈日当空，也能清晰地看到她那略显蜡黄的肤色和稀疏的眉毛。这些细节都恰如其分地契合了那个时代的特征，这无疑彰显了全素颜的真实价值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近期在作品中屡次遭遇挑战的杨幂，也参与了一部以农村妇女为主题的影视作品。在近距离镜头的捕捉下，她那白皙无瑕的肌肤与乌黑亮丽的发质，与通常所见的尘土飞扬、物质条件有限的农村环境形成了鲜明对比，显得有些不真实。即便是瞬间泪如雨下的情感爆发，也未能达到预期效果。尽管眼中泪光闪烁，却未能触及感同身受的深层共鸣。提及哭戏，吴磊的表现无疑令人瞩目，堪称行业典范。青筋凸显，泪水满面，情感深沉，令人动容。在习仲勋的父亲离世之际，吴磊以颤抖的身躯和连绵不断的泪珠，诠释了何为真正的演技投入。观众称赞道：“吴磊的表演非常出色，让人完全沉浸其中。”《西北岁月》无疑是一部令人难以忘怀的佳作，观众在观赏后无不留下深刻印象。
纷纷赞叹其精彩绝伦，主角年轻而才华横溢，勇于承担责任，以及剧情带来的强烈震撼。该剧的剧情发展出人意料，演员们的表演更是达到了令人惊叹的高度，这样的评价实至名归。你们是否已经阅读了《西北岁月》这部作品？它是否给你们带来了深刻的触动和震撼呢？在《西北岁月》圆满收官之后，观众们面临着一个新的选择：是继续沉浸在我市刑警的紧张刺激中，还是转向婚内环外探索婚姻与生活的复杂交织？